中国基建取得了怎样的成就？这对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洋山港是怎样的存在？为何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口？这对中国有怎样的影响？说到中国，可能都知道中国的基建能力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这就使中国基建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将加快中国在基建领域的发展。然而，由于中国在基建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这就使中国利用强大的基建技术来建设各样的基建工程，以此来满足本国的需要，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这对于中国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关于中国基建建设的项目，可能被我们所熟知的就包括高铁、地铁、大桥等便利交通的基础设施。但是除了这些，中国基建还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基建在港口建设上的发展，并对中国基建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促进。这主要是由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现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越来越频繁。此外，由于海洋运输的成本较低，这就使世界各国都喜欢采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贸易往来。这就使海洋运输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可以说海洋运输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贸易的重要纽带。但是要进行海洋运输，那么就需要有港口，因此港口成为了海洋运输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这就使各国加快了对港口的建设，而港口必须要有强大的吞吐能力，才能满足贸易的需求。这主要也是由于港口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甚至可以说港口成为了一个国家发展的命脉，对于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交流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此外，一个吞吐量巨大的港口就可以为整个区域的航运业服务，并可以实现为无数的船只装卸所需求的货物，而且这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将是巨大的，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海运而言，深水港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因为有了深水港，就有了大吨位货轮进出港口的先决条件，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港口吞吐量的下限。但是，深水港的建设非常依赖地理条件，既要保证水深足够，还要尽可能的建立在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城市周边。所以，这就导致世界上拥有深水港的国家很少，但是有了深水港，经济就有了保障。因此，中国就是在看到港口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就加快了对本国港口的修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的港口建设。据悉，中国在港口的建设上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在全球10大港口中，中国就占据了几个，可以说在港口的建设上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中国并不满足于此，还继续加快对本国港口的建设。据消息指出，此前中国将斥资700亿建成的洋山港，由于其拥有超强的吞吐量，这就使其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在世界上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然而在此之前，新加坡港是世界第一集装箱港，但是随着中国成功建成洋山深水港，就直接超过了新加坡港，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对此，有专家表示，仅洋山港一座港口的吞吐量比美国全部港口的吞吐量都大。不得不说，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连美国都要感到自愧不如。那么，中国的洋山港是怎样的存在？是如何建成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据悉，洋山港区是上海航运中心的深水港区，由浙江省舟山群岛的大小洋山岛等几十个岛屿组成，是中国首个在微小岛上建设的港口。从2005年第1期工程建成使用开始，到目前4期工程已经完全竣工，这也使得洋山港完成所有港口建设，也已经进入正常运营中。但是在洋山港的建设过程中，确实有着许多的问题和遇到很多的技术难点，因为对于港口的选址也有着十分大的学问，尤其是对于洋山港这样的国际大港口，从选址到建设，每一步都需要经过详细论证，以便可以规避不必要的问题，从而乐意保证港口的运营安全。因为像洋山港这样的港口，其所要打造的目标就是世界第一大港，因此其建设的各方面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因为这样的大港口必须要能容纳万吨甚至几十万吨的巨轮停靠，而这样的巨轮吃水动辄10几米深，如果港口的深度不够的话，那就会导致泥沙淤积，船只触底搁浅，这将会造成较大的麻烦，从而也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损失。此外，要在陆地旁边挖出一座深水港，或多或少会削弱陆地土层的坚实程度，
影响海岸以上的稳定，所以就需要找地质条件坚实的地方，这样即使是下挖的深度很深，也不会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才能更好的建设港口。加上港口码头与普通海岸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其要给船舶留出足够的停靠深度，以此来防止船只搁浅。而天然海岸的海底地形往往比较复杂，深度也不够，所以修建码头必然意味着要大量挖土，这就需要有较好的地质条件。因此，选择洋山岛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洋山岛这里潮流强劲，泥沙不易落淤，地质条件稳定。此外，它又远离上海本土，工程实施后对城市基本无影响。再通过连接上海与岛屿的东海大桥，这样就能使得港口上卸载的货物可以轻易地运送到上海，并进一步运送到整个大陆。在选择好了地址后，就可以进行修建的工作。在修建洋山港1期的过程中，中国基建团队采用了2艘4500米自航爬溪挖泥船和1艘13000米带高压冲水的挖泥船进行施工，并且要在9个月内完成1400万立方米的挖方量，这也是相当大的工作量。但是中国的基建团队仍然坚持克服了土质变化、潮流影响以及人为阻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赶在最后时刻之前完成了疏浚工作。此外，像港口、航道这样的超级工程，总工期往往长达几年甚至10几年。因此，洋山港的建设也是分为4期，采取边修边用的方式，修好一部分先用着，同时再进行下一期建设，如此可以提高工程的利用效率。洋山港的建设最终历时15年，所涉及到的工程技术也在不断的刷新。随着4期工程竣工之后，现在的洋山港其吞吐量也在不断提升，且成为了全球第1大智能港口。之所以将其称为智能港口，这是因为该港口中的一座码头已经具备了自动运行的能力，工人只需要在后方操作电脑就可以完成集装箱的装卸，加上自动化运行的大型平板车配合，能将集装箱安全运送到指定位置，这就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提高了工作效率。此外，洋山港也是一座转口港，因为许多货物并不在港口卸下，而是从一船直接运上另一船，且采用了无悬臂、单侧悬臂、ARMG 箱区混合布置的方式。无悬臂箱区仅有海侧可以进行海侧作业，单侧悬臂则可以进入箱区内部，这使得海陆侧均可实现对海侧作业，这也使得海陆侧作业不均衡的难题完全得以解决。因此，随着中国完成对洋山港的建设，这就使中国在港口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也将进一步加快中国的发展。这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水平的彰显。此外，由于中国修建的洋山港的货运吞吐量超美国全部港口，这就使美国不得不服，也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让美国见识到了中国的厉害。